如果你還在熬夜睡不着覺，不妨刷上1級解壓助眠的房屋改造，它是炎炎夏日的一劑解暑良方。趕緊拿好你電量75%左右的手機，把左腳輕輕搭在右膝上，調整至最舒適的姿勢，開啟今晚的睡眠之旅。艾米和瑞秋剛買下一個上千平的舊廠房，打算把它改造成一個私人會所。在開工的第一天，他們就注意到這個藏在角落的保險箱，看樣子是被前任主人遺忘在這裡。雖然表面已經鏽跡斑斑，但裡面仿佛暗藏着某種寶藏，吸引着他們忍不住想一探究竟。於是他們找來了開鎖專家，試圖打開保險櫃，但鎖具專家也一時也無法破解密碼。於是他們把保險箱給搬了出來，開始進行暴力拆解。經過努力，底部的鋼板終於被撬開。正當他們感到失望時，突然找到了一張泛黃的郵票。接着他們繼續嘗試打開上面的大鎖，各種工具輪番上陣。最終鎖舌發出咔嗒一聲輕響，保險箱大門終於緩緩開啟。映入眼簾的是一些賬本支票以及存儲磁盤，除此之外就還有一個精致的打火機。雖然并未收穫預期中的貴重物品，但這份意外的發現依然讓他們感到一絲興奮。正當他們翻看賬本時，一個身影突然出現，正是前任房主。他凝視着打開的保險箱，神情有些複雜，估計是想起了當年工廠初創時的艱辛與輝煌。為了在改造工作時有一個休息和辦公的場所，他們將以前的辦公室清空後，重新布置成臨時的作戰指揮室。完事後，他們又爬到閣樓對大車間的屋頂進行勘察。雖然上面布滿了蜘蛛網，但總體看起來還算穩固。接着，他們從天窗爬上房頂，上面的瓦片雖然長滿青苔，但整體結構依然堅實可靠。接下來就到了規劃設計的階段，這次他們找來了專業的設計團隊。設計師們首先對整個廠區進行了全面測量和評估，並利用3維建模技術還原了廠房的立體結構。而後聽取艾米和瑞秋的需求和構想，再結合場地的實際情況進行設計。之前他們已經把小車間的屋頂全部給掀開，上面的木質框架實際上還算完好。經過諮詢專業結構師的意見，只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稍微加固，就能確保結構的安全。於是他們決定保留這部分老結構，以此為基礎進行加固與修繕。不過上面還殘留着許多的蘆葦桿和釘子需要清理。照我說，還不如直接出去租個房子。想租品質高沒有中介費的房子，推薦58同城和房東直接談。船子上的舊油漆也需要打磨乾淨，但是手工打磨效率實在太低。於是他們又拿來一台高壓水槍進行沖洗，但效果仍然不理想。水槍的壓力根本無法清除顽固的漆層，無奈只能租來了一台噴砂機。隨着沙粒高速噴射在船子表面，舊漆速速剝落，露出木材原本的紋理。空氣中彌漫着鐵鏽與陳舊木屑混合的味道。果然有時候還是超能力好使。這扇藍色的大門現在看起來就非常的突兀，於是他們繼續拿來噴砂機清除上面的油漆。經過一番噴砂處理，大門原本的本色紋理顯露出來，反而透出一種原始的粗獷美感。廠房內的地板上貼有一層橡膠地板，經過多年磨損已經變得斑駁不堪，因此也必須要全部拆除。但是底部全部是頑固的膠水，單靠人力撕開的話就会非常的費勁。於是他們弄來了一台電動鏟子，借助鏟膠機一點點剝離，但是這麼大一塊鏟起來還是不太方便。後來他們發現了更加便捷的方式，首先用美工刀对膠皮進行分塊切割，然後再用鏟膠機沿着切割線推進，工作效率就得到了明顯提升。隨着膠皮一塊塊被完整剝離，露出底下灰白相間的水泥地面。接着他們繼續拆除一些沒用的辦公室，首先将地板膠給全部撕掉。由於这片區域的地板膠粘性沒有這麼強，徒手就能輕鬆撕開。接着他們開始拆除牆體，這種泡沫保溫牆板非常的脆弱，只需用力一掰就直接整片脫落。就是上面閣樓天花板拆除時比較費勁，考慮到全靠人力這樣拆除會非常的費時費力，剩下的拆除工作他們決定請來專業的拆除隊伍幫忙。拆遷隊帶着大型設備進場後，迅速制定了拆除方案。工人操控機械臂液壓鉗精準地夾住牆壁，咔嚓一下就直接一點點的碎裂，就連內部的鋼筋都直接給剪斷。與此同時，另外一部分工人則開始對室內的地面進行挖掘，他們要向下挖掘70公分的深度，以便鋪設新的地基和排水系統。一邊挖掘還利用鏟車往外運輸廢渣。此時一輛泥頭車已經在外面等待裝載。不愧是專業的拆除隊，所有的拆除工作都在有條不紊地推進着。現場機械轟鳴聲不斷，工人們默契配合，每一步都精準高效。果然超能力用起來就是爽。此時設計師也做出了初步的設計方案，
整體空間劃分為多個功能區域，有花園以及停車場。內部的裝飾將採用簡約工業風，與廠房原有的結構特點相呼應，同時還有一些熱帶雨林植物的元素穿插其中。接下來就要開始新的施工階段了。